瑞哥，今天《金融时报》爆出了一个惊天大闻，我吓一跳。原来在去年12月的时候，不是老共在围台军演吗？结果没想到他把细节全部都拿了出来。他说12月29号的时候，解放军现在干了什么事情？他竟然对着我们的 F-16我们那时候也升空去嘛，他竟然放了什么热焰弹，还搞了什么，还贴着他这边飞行。金融时报怎么形容？他说解放军这样跟什么？跟流氓没两样的。没错，那么中共的解放军事实上就是流氓土匪呀，那没有什么。那么外媒啊直接把它爆出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国防部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相信啊，既然没有否认，那就是真的的哦。对，因为解放军的歼16直接派歼16干了什么事情啊？那么我们完全不怕，所以啊，他出动几架，我们就几架上去嘛。对，那几架上去以后就盯着嘛，要1比1保持一个距离，我就盯着你。下面的军舰和海巡单位呢，也是这样1比1嘛。结果没想到呢，他故意在你的旁边呢，直接啪啪啪啪啪啪啪，热焰弹就出来了。热焰弹出来，事实上是充满了挑衅跟擦枪走火的危险。对，而对我们也充满了危险嘛。但是我们的 F-16V 的飞行员啊，不为所动，没有因为这样子，那么就擦枪走火等等啊，还是继续监控它。也就是说，你像一个空中的无赖，你看空中的流氓，那么你要挑衅我干什么？但是我不为所动，我就静静的守着你。日本的空中的自卫队也是这样嘛。对。那除此之外呢，更可恶的是什么呢？更可恶的是啊，刚刚不是直接那个热焰弹飙吗？对不对？然后更可恶的是啊，直接在我们在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的情况下，故意飞到你的后面咬着你。各位，这个是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或者是越战的时候的这个打法，飞机在你的屁股后面咬着你嘛。对，我咬着你了以后呢，飞弹、火箭弹或者是机关枪，我就可以发射了嘛。对。不过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这是越战跟2战的打法。为什么？现在的飞机强调的是视距外。对。视距外就是我根本看不到你，就像我们的狙击手夹枪，我照得到你，我就打得到你，但你不知道我在照你啊，你知道吗？所以呢，事实上那才叫做科技，才叫做实力。这个不是故意飞到你后面，对，然后很幼稚的，我就锁定你，他就是挑衅你，没有错，我就挑衅你，我可能制造你的压力，因为你一个不小心呢跟他擦撞了，还是干嘛啦，那他就有借口了嘛。好，第3个还更离谱，因为他3次出动都是歼16，对，这个中共的歼16。藏在他们的相关的运8的下面，轰6下面，藏在轰6的下面。轰6螺旋桨的，所以飞得慢，对不对？藏在下面了以后呢，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呢，包括我们的 F-16了，我们的相关的飞机都盯在后面了，直接在旁边看，我们的飞行员就只在旁边看。他恼羞成怒了，恼羞成怒。他的，因为我们习惯性就是你来什么我用什么，你来什么我用什么，等级跟你差不多。他恼羞成怒了，这个歼16发现我竟然没有骗过你，我被你发现了。他采取什么方式？他离开这个等于说轰6下面，他离开了以后呢，他把飞机斜着飞，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把机腹的相关的霹雳15那种霹雳那种飞弹呢对着你，让你故意这样子。让你看，我实弹哦，我机腹下面有实弹，你有实弹，我没有飞弹啊，你有霹雳15，我没有 AIM-120洞啊，你知道吗？他就故意的，对，那个电工啊，你看啊，你小心一点哦，你小心一点，然后看一看飞总啊。瑞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为什么在去年的时候围台军演的时候，他们不仅你看热焰弹靠得非常近，甚至还躲在这个轰6下面。现在有人说什么？他说，这不太对劲。如果你要去呛虾，你要去挑衅。有必要拿自己的生命或这种危险吗？我们刚刚都说飞在上面危险性非常高。知情人士怎么说？他说，解放军的飞行员被逼迫去做出一些超乎正常训练范围的事情，这可能表明习近平主席在军事清洗正在扰乱解放军的指挥。真的，因为现在大清洗、大肃杀了，他们等于是什么？在军演的时候，在围台军演的时候来真功、来乱搞吗？那么告诉大家就是。如果像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个美军啊，他们不需要搞这些花枪跟花样，为什么？因为他实力就是强嘛。那么少儿刚刚讲了一个重点，对。那么因为自己军心不稳，才需要搞这些西马等等嘛。但是他万一你要小心，他会搞出24海里，进到24海里，逼近12海里，他不是不会这样干，他铤而走险。为什么？因为他里面乱七八糟，乱成一团嘛，大家急着抢表现，急着表功嘛。可是你要知道，因为他之前也干过一件事。
之前他面对号称我们大家都在猜可能是 F-35的美军的战机在南海，他不是号称吗？号称我们看那个《捍卫战士》第1集有没有？他不是号称他飞到 F-35的飞机的上面，把飞机倒着飞，对，然后呢，他也拿相机拍了一张照片。他说他拍了一张照片，他倒着飞，然后拍了一张照片，表示他是很厉害的，成功把 F-35给逼走。幼稚无知、流氓突围的笨蛋！真正的战争里面，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不会让你有机会这样倒着飞了。那么除此之外，美国在今天呢、经过他们的不断的改良了以后呢，空射型的鱼叉飞弹今天试射成功。对，这个是最新型的空射型的这个鱼叉飞弹，并且呢，那么他也把这个相关的战术情报与我们交流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万一需要空射型的话呢，我们的 F-16啦、F-16V 啦等等啦，空射型的鱼叉飞弹呢，那么你大概采取什么样的攻势？然后对于沿岸的这次呢是空对陆的鱼叉飞弹，空对听清楚哦。空对陆，你不要以为说鱼叉飞弹好像只能打船舰空对陆的鱼叉飞弹呢，你要怎么炸尤其是对于那么中共的沿海的相关的福建的目标，那么大家情资交流告诉大家一件事：台湾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4种鱼叉飞弹。对，很多人都不知道说，那台湾我们为什么不是有雄2、雄3，为什么还买鱼叉飞弹吗？我们的雄2飞弹、雄3飞弹、雄3飞弹增程型总共有760几枚，不够。因为中共一大堆的那个船舰过来嘛，所以呢，鱼叉飞弹呢，我们除了买那个我们陆射型的400枚100个发射器的400枚鱼叉飞弹之外，台湾有空射型的，用 F-16发射的，对，台湾有那箭射型的，从军舰发射的，台湾还有潜射型的，从这个潜艇的发射的，这些鱼叉飞弹不算刚刚那400枚，总共有600多枚。所以呢，如果鱼叉飞弹是400，已经到了，对。最近到了，有人在问说，鱼叉飞弹不是还没来吗？已经来了，全部加起来有1000多枚的鱼叉飞弹。鱼叉飞弹做什么了？除了可以射他们的船舰之外，现在还可以攻击他们的地面。1000多枚的鱼叉飞弹，760几枚的各式的这个雄2、雄3、雄3增程型飞弹，对保护台湾形成一个庞大的保护网。我都还没有讲到海马斯火箭弹呢。郑鹏，今天政坛的震撼弹是什么？立委高金素梅竟然被搜索了，而且现在被带回去了。未来怎么样，我们真的不太知道。但是这个时间点未免也太巧合、太敏感了吧？第一个，现在是休会期，就是没有保护伞之下，检方动了这个手。第二什么？过年就快到了，现在竟然30处18个人兵分多路，直接杀进去了，把东西全部都带走了，把人也全部都带走了。结果让我最 shock 的是什么？现在看到这个人，竟然是主任检察官带队，我从来没有看过，当主任检察官带队杀到立法院去，这代表一件事情，他刀出了，一定要见血的。是没有错，刀出一定要见血。来，再我跟你刚刚讲到一个情状，就是以前检察官在搜索国会的时候，通常什么时候才会拍到检察官？搜索后，或者搜索期间，对不对？今天直接拍到检察官从北检走进去立法院，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就代表他要立威啊，他要跟人家讲说，我要给他检察官来，你立法院就是要给你敲，要杀鸡儆猴了。你曾经有看过有检察官这样子走进去？没有 ，never， 从来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sign。好，那你看，你刚刚说他今天为了什么案子进去？第一个叫做助理费，第二个叫做依财，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诈领某协会的补助款。对，这3个案子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个叫做诈领助理费。为什么它最重要？因为它是重罪，绝对重罪，因为它是贪污治罪条例。对，好，所以他今天进去立法院绝对有所本。那第二个，他要进去的原因，除了贪污治罪条例，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讲的依财。对为什么依财会这么重要？你看这边有3个人，这3个人都是曾经担任过高金的议员，跟着高金的助理，然后是现任的议员。对，那他们当时都在选举的时候，都曾经拿过高金的快筛去参与选举，所以他们就被卷入这场风波之中。好。那接下来大家最好奇的就是你刚刚讲的 Why now？ 有什么事情嘛？对，拜托姐，我给大家报告，这个案子其实已经立案2年了。
它不是涨，不是周年，不是股年，是已经办了2年。对啊，为什么去哪里？来，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啊。对，好，那因为第一个，当然就你刚刚讲，现在因为2月24号才要开议，对，所以2月24号开议之前，是不是保护伞还没有撑起来？所以检察官想要趁这个时间去申请羁押禁见，哇，真的假的？不知道，但或许有这个可能性。而且你今天看到一件事情哦，他已经看准他没有保护伞，所以我们刚刚才讲，主任检察官是洋洋洒洒、大摇大摆的走进去。没错，今天他真的是来杀的。没错，就是要让你跟你的国会讲说，我要给那8点来，就是要见血。对，那你知道他收了几个小时？收了7个小时。7个小时。以前确实会收，但没有收到这么久啦哈。啊，你今天刚敲7点钟，这里是一个宣示意义。好，那为什么 ？Why now？第一个就我们刚刚讲，可能他要声压他。第二个，如果你要纵观其他外部的形势来看的时候，你要想一下，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个非常急迫的形势，就是3月15美国他们的发价书，国防发价书，叫我们在3月15前要定案哦。所以这是其中外部的一个因素。对，3月15号。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这个高金素梅之前哦，曾经在国防预算上面跟美方唱反调，你有没有印象？上个月他直接点名鼓励言，对，伊讲你甲台湾人争笑的啊，他说你扔头轻棍，所以其实。这个高金素梅本身所代表立场就是一个亲中反美的态度，可是啊，亲中反美不是只有高金素梅啊，谁也亲中反美？国民党嘛。对。那为什么今天北京已经在外台的国民党，他只杀你高金素梅？为什么？其实很简单，我那是我也是先杀高金素梅啊，因为他没有政党啊。无党籍啦，但它很有象征意义啊。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先办它，所以今天北检是杀高金素梅、杀鸡儆猴给国民党看的，给那些亲中派的看的。没错，杀鸡儆猴、敲山震虎，就是要跟你讲说，如果你今天呢，国会再这样子恶搞我国会的国防预算的话呢，我下一个办的不会只有你是高金素梅的。对，我以前没有给大家报告，因为诈领助理费不分蓝绿白，大家都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最近国会才要推什么那个助理费除罪化嘛。对。那如果今天先杀了你高金素梅，接下来国民党在看这个情况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忧心？对，心里可能会觉得烦恼。好，那个北检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去处理高金素梅，可能就想要意图营造这样的效果。不过当然前提是他要办案一定要有所本。所以这等于是一个北检也算是在一个豪赌吗？好，那今天北检的这个动作，我们刚刚讲，他或许是真的有所本，但他的 timing。当然非常的特别就是你都要讲明就过年前嘛第二他有没有保护伞，这个还有待论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宪法增修条文写的规定了，他说在会期期间对，除非现行犯，不然你不能抓立法委员除非当然是要你立法院同意。所以今天高金素梅尽管去复讯，对，他或许没有办法去声压他，甚至羁押他，或许真的。对，又逃过一劫，会有这个可能是法律上解释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讲说2月24号开议嘛，对，所以或许你在法律的解释上可以说2月24号才是会期的开始。不过，因为我们的宪法又另外规定说，我们的法定集会的会期是每年的2月到5月，对，所以如果用宪法的角度来讲，其实2月1号高金素梅就有保护伞，对，那这样子就看北检赌不赌了。好，如果北检真的好赌，我就是要声压高金素梅，接下来就要接受谁的挑战？北院对，北院如果认为说，我觉得有羁押的必要，而且我认为我现在是法定会期的话，他就要问韩国瑜院长，我可不可以押了？这时候立法院就要投票。不过这时候投票，我认为过的几率不高啦。庭伟老师，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这个时间点，这个人都是精心挑选，而且我今天在讲，过年就要到了，这个刚好就是休会期。这时间点未免也太巧合了，这个一刀出现，真的是会见了血。他们基本上应该有所把握才会出手。那有所把握出手的话，那你看到那个声明稿的第一点对，其实是根据法务部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工作站，就是国安站报请本署
指派检察官指挥侦办。所以显然这个案子是跟国安战是有关系的嘛。国安案件，那如果是国安战的话，那怎么会是抬头的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问题，跟所谓的助理费的问题，还有什么医疗器材？这基本上来讲是挂不上钩的，因为国安战根本不管其他案件，国安战只管共谍，对，只管共谍。那如果是管共谍的话，那这些所有的人等啊，是不是跟共谍案是有关系的，或者是跟所谓的反渗透法是有关系的？对，所以这是大家质疑的地方嘛。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不是只有高金素梅啊，其实还有其他的议员啊。接下来不是9合1选举吗？还有议员啊，这有点像警告的意味非常浓厚。我不认为说可能高金素梅最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可能会被声压，会被声羁押干嘛？这个我觉得我还要保留一下。对，但我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属于这种敲山震虎的这种做法。这种做法来讲的话，因为照正方讲，如果这个案子已经2年了，事实上高金素梅的这个被盯上，其实也是20年前早就被盯上了，不是现在才被盯上。不是2年，然后加一个零，20几年前。看到2009年，不是因为莫拉克台风，他从对岸然后募款1亿回来之后，然后又怎么样？但是那时候没有反渗透法，对，反渗透法是2020年以后的事情。那2009年的事情也不可能回溯既往去办2009的事情，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是使得国安战出手，这个就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因为如果按照所谓的像林怡景那个他的那个案子来讲的话，那基本上都是一般的这个调查局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检察官来处理就好了，何必动用到国安战呢？所以国安战才是美港。国安战的话，涉及到跟大陆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共谍的关系。那这时候来讲的话，到底是谁要求要办这个案子？谁要求？我们常常发现到说，很多台湾的共谍都是美国知会你的，而且美国叫你帮忙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在全球的，比如说包含反恐，还有所谓的去中供应链来讲的话，要扮演一个角色。过往曾经有一个案子是我亲手也经历过的，就是配合美国的 PSI 啊，就是说进行所谓的北韩这个所谓的大三轮的这个化学物剂的，这个基本上是大规模危险武器的相关的原物料。当时来讲的话，就要求我们的相关单位把这些物料扣在高雄港。对，所以这是美国直接下一道指令过来，我们就根据贸易法就来处理这个事情。但你要晓得一件事情哦，今天来讲的话，已经不是北韩的问题而已，今天是整个全球在面对怎么去围堵中共的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如果说今天我们讲说高金素梅无党籍嘛，对，敲山震虎嘛，对，那你这时候来讲，国民党会不会？我说美国接下来会出手，而且出手会出得很难看。所以你认为今天这个手是美国在后面出的手？我认为是有一些提点啊，提醒的味道，提点，但是不代表说美国他会示意你可能要怎么做，但是不代表说美国教你怎么做。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